嘿，大家好！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就是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這句話聽起來，哇，有夠溫馨的，對吧？可是，如果你真的把這段關係拿到顯微鏡下面仔細去看，你會發現，這根本就是一場，充滿了荒謬感的不對等鬧劇。真的，我跟你說，完全沒錯。如果這一段所謂神聖的友誼是發生在兩個人類之間的話，我看大概早就需要去申請保護令了。好，準備好了嗎？我們就來好好的、深入的來拆解一下這場人狗之間的荒謬鬧劇。好，首先呢，我們來看第一個證據，就是這個戀愛腦對象鏟屎官。我們直接從科學，從這個生化層面呢，來看看這兩邊的落差到底有多大。嘿，你知道嗎？科學家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哦，就是當你跟你家的狗狗，就是那種深情對望的時候，它的大腦會瘋狂分泌一種東西，叫做催產素。那這個催產素又被稱作愛的激素。哇，聽起來是不是有夠浪漫？但是現實總是殘酷的。沒錯，這就是現實。在他的眼睛裡你根本就是韓劇男主角，你知道嗎？是那種自帶光環、慢動作出場的深情歐巴。但你本人呢？你可能就只是穿着一條四角褲，癱在沙發上挖鼻孔，然後順便想一下，晚餐要叫 Uber Eats 還是 Foodpanda？你看，這個溫差是不是大到很誇張？來，我們來想象一個畫面。如果今天有一個人用你家狗狗看着肉乾的那種眼神，死死地盯着你，你想想看哦，那是什麼眼神？就是哇，超級熾熱，超級專注，可能嘴角還掛着一絲口水的那種眼神。你說這用在狗狗身上很可愛，對不對？可是如果換成是人呢？對，你不會覺得浪漫，你只會覺得母湯哦，然後馬上拿起手機報警處理。這就是物種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啊！你看這張圖就總結得非常完美。狗狗看着你，它的大腦分泌的是哇滿滿的愛的激素。那你看着它呢？你分泌的恐怕是鏟屎的腎上腺素。你滿腦子想的都是你下一秒是不是又要去咬我的沙發？還是你準備要在新買的地毯上給我來一泡尿？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很恐怖的絕招。你以為你家狗狗趴在你胸口睡覺，哇，好溫馨哦！跟你講，它才不只是在取暖，或是感受你的愛。它在幹嘛？它在同步你的心跳。它把你當成一個人體節拍器在用。所以這就代表什麼？代表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偷摸了別人家的小狗，回家心虛，心跳加速，他可能早就知道了。好，接下來我們要聊的這一點，真的是有點暴殄天物。我們來看看我們是怎麼樣把一台 NASA 等級的超級電腦拿來玩接龍。10萬倍耶！10萬倍是什麼概念？這就是狗狗嗅覺的靈敏度，它們的嗅覺比我們人類強1萬到10萬倍，你懂嗎？它們根本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會走路的超級感測器呀！好，問題就來了，這麼厲害的超能力，這麼高科技的天賦，他們都拿來幹嘛了呢？你看他們可以聞出癌症，可以感知到你內心的恐懼，結果呢？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把這項天賦用在聞別的狗的屁股，還有調查你那雙穿了3天的臭襪子。這真的就好像你爸媽砸大錢幫你買了一台可以計算火箭軌道的超級電腦，結果你只拿它來玩接龍，是不是超級浪費？所以我跟你講，在狗狗面前你一點隱私都沒有，你根本騙不了它。你下班回家跟它說，我今天超開心的哦。他只要過來聞一聞你的汗，他心裡想的可能是少來了兄弟，你聞起來根本就是一股剛失戀混合着便宜威士忌的味道。他甚至連你昨天晚上偷吃了麻辣鍋都一清二楚。OK， 聊完狗狗的超能力，我們現在來換一個更跳透的視角。我們想象一下，如果是一個完全的局外人，比如說
外星人好了，他看到我們跟狗的關係會怎麼想？我們就拿台灣土狗來舉例好了。他們有一種真的很可愛，但又超級奇怪的堅持。你有沒有發現，就是當你在上廁所的時候，你家的狗是不是特別愛跑進來，然後就盯着你看？你先不要誤會哦，它不是什麼變態嘿，而是因為在他們從狼遺傳下來的基因裡面，上廁所是動物最脆弱、最沒有防備的時刻，所以它其實在幫你站哨，它在當你的保鏢，保護你呀。你看這份忠心是不是很感人？是沒錯啦，但那個畫面真的有夠尷尬的。你想想看，當你在馬桶上使盡全力的時候，旁邊有一個毛茸茸的保鏢，用那種超深情的眼神看着你，仿佛在內心幫你加油吶喊：加油啊，铲屎官，你可以的，我對你有信心。說真的，那個當下真的不太需要這種精神支持，對吧？好，所以像這種我們彎下腰去撿狗大便啦，無條件為他們付出的行為，如果真的被剛剛說的那個外星人看到，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這就要帶到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外星人理論了。好，我們來推演一下。第一步，一個外星人降落在地球上。第二步，他看到一個體型比較大、2隻腳走路的生物，也就是我們，正在服侍一個體型比較小、4隻腳走路的毛茸茸生物。第三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那個大生物竟然彎下腰，非常小心翼翼地把那個小生物的排泄物裝進一個袋子裡帶走。所以第四步，外星人得出了結論：啊哈，原來狗才是這個星球的統治者。你說，從一個完全客觀、沒有任何感情濾鏡的外星人角度來看，這個結論是不是超級合理？僕人嘛，當然要負責搜集統治者的神聖排泄物啊！這真的把我們這段關係的荒謬感推到最高點了。好啦，前面開了這麼多玩笑，講了這麼多荒謬的事情，但我們還是要認真的來收個尾，因為這段關係啊，雖然真的充滿了各種不對等的荒謬感，但它同時也提醒了我們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點，我們必須要理解，狗狗感受時間的方式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想想看，你出門上班8個小時，對你來說就是一天的工作時間，但是對它來說，那感覺可能就像是過了3天3夜這麼久。這也就是為什麼有時候你只是下樓去七洗衣買個東西，可能才10分鐘吧，回來的時候，他會像迎接一個剛從戰場歸來的英雄一樣，那樣瘋狂地歡迎你。因為在他那個被拉長了的時間感裡面，你的每一次回來都是他世界裡最重要、最盛大的一件事。他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純粹。所以說，到底這段不對等關係的核心是什麼？真正不對等的，其實不是誰付出的多，誰付出的少，而是他們給我們的愛真的太純粹、太飽滿了，滿到我們常常會覺得自己好像根本配不上這份愛。你想想看，我們在外面，在別人眼中，可能在前任眼中是個渣男渣女，在老闆眼中可能是個沒用的員工，但是在他的眼中，你就是他的全世界。所以今天聊到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我們有沒有可能試着去成為我們家狗狗心目中那個完美的、閃閃發光的我們呢？他們用他們短短的一生，把我們當成英雄一樣崇拜。也許我們永遠都沒辦法達到他們想象中那麼好，但我們至少可以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值得他們用盡一生去愛的人。好，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我們下次見。